北京9·3大阅兵即将登场，习近平真的很忙。光是26号的上午，就在中南海会见了柬埔寨国王和太后，随后又立即转场，到了北京大会堂会见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不大露面的两个人也突然现身，一个是习夫人彭丽媛，另一个是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9·3大阅兵是中共权力博弈的焦点，彭和张在这个时候现身，似乎在告诉人们，习近平还是中共的党魁，还是阅兵式的主角。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近来，彭丽媛在媒体的曝光度大大的减弱，这增加了她的神秘感，坊间各种传言也多了起来。8月26号，彭丽媛陪同习近平会见柬埔寨国王与太后的图片在新华网发布。官媒消息说，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中南海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西哈莫尼国王和他的母亲莫尼列太后将出席北京的9·3阅兵仪式。对他们的到来，习近平感觉很有面子，连平时不大露面的彭丽媛也出来了，摆出郑重其事的样子。同一天上午，习近平还赶到北京大会堂面见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当着沃洛金的面，习近平把中俄关系捧上了天，说在动荡变革的当今世界，这种关系是最稳定、最成熟、最富战略内涵的大国关系。习近平的这种外交的忙碌，似乎是在告诉外界，他依然是中共的党魁，是中南海的主角。中共官媒也极尽奉承之能事。8月26号，新华网在头条刊登特稿，大肆吹嘘，将国际社会热切期待习近平出席2025年上合组织峰会当成标题，营造万邦来朝的舆论宣传，烘托习近平上合峰会东道主的身份。这还没完，坊间传闻不是一直在说张又侠如何吗？这一次张又侠也露面了，是作为习近平这个中共党魁保驾护航的角色露面的。中共新华社在要闻聚焦栏目报道，经习近平主席批准，全军纪念抗日战争80周年学术研讨会26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席会议并讲话，对学习贯彻习近平重要指示作出强调，强固党指挥腔，推动政治建军，确保人民军队永远听党话、跟党走。中共政治永远是一个黑幕，在这密不透风的黑幕后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只能从中共官方透露的消息中观察中共权力博弈的蛛丝马迹。网络作家陈家良子8月25号撰文说，中共权斗陷入投鼠忌器的困境。为什么呢？中共从来不讲司法公正、程序正义，都是随心所欲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如此，习近平也是一样。从中共官媒对上合峰会和9·3大阅兵的报道，充满了对习近平的阿谀奉承。这似乎是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中暂时取得了优势，反习力量暂时消停的迹象。中共现在没有权威人物能够镇得住局势，习近平一旦倒台，政局会发生剧烈的动荡，引发一系列骨牌效应，中共很可能会歇菜。所以中共的权力斗争陷入了投鼠忌器的困境。这样看来，张又侠公开在军中表态，为的就是稳固局势。中共政权毕竟是靠着枪杆子做最后的保障的。张又侠在中共军队中掌握着实实在在的权力，他是中共军队的主帅。8月26号的讲话已经亮出了他的底线，党指挥枪。再怎么样，张又侠的父亲是中共开国上将张宗逊，是如假包换的中共红二代。这个身份决定了张又侠心甘情愿为中共党魁保驾护航，而不会取而代之。张又侠的露面表明中共激烈的内斗可能暂时告一段落。
习近平可能与反习势力达成某种妥协，维持中共的统治，毕竟是中共内部的共识。无论是什么派别，团派也好，太子党也罢，他们都是在共产党搭建的台子上才玩得起来。拆了这个台子，谁都没得玩了。他们懂得这一点，张又侠作为中共军队最高统帅，更是心知肚明。所以，共产党对外一直都装出一副和谐的假面孔。张又侠嘴上说党指挥枪，但这不会妨碍他到时候会对中共党魁下狠手，剪除他的羽翼。如果可能，他会让何卫东们都莫名其妙的人间蒸发。只是现在9月3号阅兵日期越来越近，他要站出来表一个态，跟党走。张又侠的态度可能是对目前局势的一种认可。习近平还是中共党魁，党是虚无缥缈的，虚无缥缈的东西总要附在一个有形的人体上，这个人就是习近平。在这样一个时刻，中美关系也正在进入下一个阶段。首先，中美贸易谈判又有了新的进展。中共商务部副部长李成钢将于本周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贸易及财政部官员举行新一轮贸易会谈，并与美国的商界代表交流。据《华尔街日报》8月26号报道，目前美中双方正在寻求在延长的关税休战期内建立定期对话的机制。美国最近对北京释放了善意。8月25号，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会见韩国总统李在明时对记者说，将允许60万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川普还告诉记者，他正考虑访问中国。他说，最近曾与习近平通话，在某个时候，可能在今年或此后不久，我们会去中国。不过，川普也警告中共，必须供应磁铁。美国有更强大的武器，那就是关税。如果我们要征收100%、200%的关税，我们就不会与中国做生意。川普说，我们手里有好牌，但我不想打这些牌。如果我打这些牌，中国就会被摧毁。川普还提到，美方阻止波音飞机零部件出口到中国的决定。由于中方在磁土吸铁出口上的政策，美国没有向中国提供波音公司的零组件，一度导致中国有200架飞机无法飞行。本月早些时候，川普呼吁中国大幅增加对美国大豆的采购，但中方至今尚未回应，也没有购买即将在9月开始收割的大豆货物。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正准备加强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铜和锂的审查。在本周的会谈中，预计中方谈判代表李成钢将讨论大豆采购事宜。在中美关系走进下一个阶段的同时，中俄关系却继续升温。日经8月26号报道，克里姆林宫数据显示，中国学生人数自2022年以来增长了25%，到了2024年已经达到了约5.1万人。习近平与普京的无上限关系也影响着中俄两国优秀学生的教育路径。总部位于中国香港，在深圳和上海设有办公室的中国研究与咨询机构敲赞创始人阿什利·杜达里诺克预计，中国赴俄留学生的人数将在5年之内突破10万。而中国学生在英国高校中是最大的外国群体，超过了15万人。目前，中国在俄国的留学生数量已经达到了2.1万人，已有160多个双边本硕项目，至少设有27所联合教育机构。总部设在柏林的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显示，俄罗斯研究生中约有36%来自中国。以俄罗斯托木斯克国立大学为例，其官网列出了18个合作项目，包括与大连理工大学等重点国家级高校的合作。官网显示，中国学生尤其对机电一体化与机器人、机械系统设计与管理技术、弹道与空气动力学以及工程物理中的人工智慧等专业感兴趣。上个世纪50、60年代，中国掀起过苏联热，终究成为历史的遗迹。今天的中俄关系也将是这样吧。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要与习近平相会了，此举可能让他在国际弃儿的困境中越陷越深。反美大合唱的噪音，
终究会在川普全球秩序重整中销声匿迹。中共大阅兵的穷兵黩武正遭到自由世界的抵制。普京想在习近平这里找到温暖，恐怕是两只刺猬的彼此靠近，过于亲密反而会互相伤害。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